随着巴沙尔·阿萨德出走莫斯科，统治叙利亚半个世纪的阿萨德政权在几天之内轰然倒塌。叙利亚新政权那边怎么纠缠，我们今天暂且不提。但如果说在叙利亚改换新天这件事上，有谁最郁闷，那绝对不是无关一身轻、全身而退的阿萨德，而是以普京为首的莫斯科高层。因为放弃阿萨德，就等同于放弃了俄罗斯在叙利亚的20年经营。那么，普京为何对苦心扶植的阿萨德见死不救？失去叙利亚的2个军事基地，对于俄罗斯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对于俄罗斯来说，如何保持并扩张俄军在全球的军事存在，一直是俄罗斯战略中的重点。而叙利亚的2个军事基地，则是俄罗斯的重要战略支点。首先是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它不但是克里米亚以外俄罗斯在全球唯一的海外基地，还是俄罗斯在地中海的唯一出口。其次是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这里靠近海港城市拉塔基亚，是叙利亚境内俄罗斯空天军最重要的据点。绝大多数针对叙利亚反对派的空袭都是由这个基地来协调运作的。据说巴沙尔·阿萨德就是从这个机场出发，逃离叙利亚，飞往莫斯科的。另外，这个赫梅米姆空军基地也是俄罗斯通往非洲的重要支点。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自2019年开始，俄罗斯就通过雇佣兵组织，例如瓦格纳之类的，介入利比亚等地的冲突，而赫梅米姆基地就是他们的后勤补给枢纽。不过话又说回来，俄罗斯和叙利亚并不接壤，叙利亚怎么会允许俄罗斯在自己的国家屯下重兵，搞2个国中之国出来呢？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看俄军在叙利亚的这2个基地是怎么来的。首先是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塔尔图斯在冷战期间就是苏联海军的重要桥头堡，甚至可以说没有塔尔图斯就没有苏联乃至俄罗斯的地中海舰队。1967年，苏联海军第5作战中队成立，凭借和埃及纳赛尔的友好关系，苏联海军租借亚历山大港作为其地中海的主要落脚点。然而好景不长，苏联海军还没来得及扩大影响力，纳赛尔就去世了。新上任的萨达特开始调整方向，重新转向保守，开始和苏联决裂，将苏联的海军从埃及驱逐出去。恰逢此时，哈菲斯·阿萨德，也就是跑路的小阿萨德的父亲，通过1970年政变上台。在对内统治上，老阿萨德用极度的个人崇拜，把自己的统治包装成神明天赐，而对外方面，则是阿萨德最头疼的问题。6日战争之后，叙利亚丢了戈兰高地，周围的阿拉伯人虽然嘴上喊着团结，却都不愿意帮助埃及和叙利亚，尤其是不愿意和以色列正面对决。而失去了大片土地的叙利亚，则有着不得不继续战斗的理由。这一信念和政策上的偏差，让阿萨德政权在阿拉伯世界陷入孤立。那么，既然阿拉伯兄弟靠不住，那就只能找苏联人要饭了。在掌权的第3个月，老阿萨德就亲自访问苏联，寻求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支持。2人可谓是一拍即合。叙利亚这边愿意小小的出让一下国家主权，换取大批苏联军火，用来对付以色列人。而苏联则可以通过叙利亚的港口，在中东获得稳定的存在，并削弱美国，尤其是美国海军在地中海的影响力。根据1971年的苏叙协议，苏联在叙利亚塔尔图斯建立了如今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而在1977年，苏联海军撤离埃及之后，这里一跃成为了苏联海军第5战队的母港。第5战队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战区级的舰队，它的规模较小，是由苏联其他主力舰队，例如北方舰队、黑海舰队中调集舰船组成的。而随着苏联解体，这支第5战队也自然不复存在。此后的10年里，俄罗斯偶尔会向地中海派遣舰队，不过这个时候俄罗斯的海军水平大家也知道，塔尔图斯的最大作用可能是往中东地区倒卖军火。直到普京当选，俄罗斯才开始在中东地区逐渐发力，大搞全方位外交，突出一个来者不拒。不论是反美的伊朗和叙利亚，还是美国盟友埃及、沙特、科威特、加沙的哈马斯、黎巴嫩的真主党，甚至以色列和巴解，普京都照单全收。通过这种终极骑强政策，俄罗斯保持了和中东地区所有政府以及大部分反对派的良好关系，扩大了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而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则是俄罗斯插手中东问题的重要支点。可以说，没了这个基地，俄罗斯在中东问题上就是纯纯的局外人。毕竟中东王爷们又不缺石油天然气，在国际市场上还算是竞争对手。因此，为了保证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主要是阿萨德政权遇到的问题，普京就一定会想办法解决。
2003年伊拉克战争，普京高调为小阿萨德政府站台。2005年，阿萨德访问俄罗斯，仅凭大马士革小玫瑰的3寸不烂之舌，让普京一夜之间免除了叙利亚的98亿美元债务，剩下的几十亿里还有不少可以用叙利亚货币支付，可以称得上是正儿八经的100亿补贴了。此后不久，叙利亚就允许俄罗斯继续扩建塔尔图斯，这使得俄罗斯能够进一步加强地中海的军事存在。虽然这个时候的俄海军没什么船吧，但有个落脚点总是好的。尤其是阿萨德还允许塔尔图斯停泊战略核潜艇，更是进一步加强了俄罗斯的威慑能力。此后的10几年里，俄罗斯一直在对塔尔图斯进行加强和扩建。叙利亚内战期间，为了进一步强化和阿萨德政府的关系，俄罗斯还发动了叙利亚快车行动，从俄罗斯的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出发，途经黑海和土耳其海峡，最后到达叙利亚塔尔图斯，给叙利亚政府军运送了大量的弹药和补给。可以说，如果没有普京政府一直给叙利亚输血，阿萨德政府早就被反抗军拿下了。2017年1月18日，俄罗斯与叙利亚签署协议，俄罗斯可以免费扩建并使用塔尔图斯49年，并享有对该基地的主权。俄罗斯在塔尔图斯可以停泊包括核动力潜艇在内的最多11艘船。俄罗斯在该设施的人员和物资完全免受叙利亚法律的管辖，和赫梅米姆空军基地一样，可以说是国中之国。而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它的来源就没有那么复杂了。这个空军基地本身是叙利亚的一个军民两用机场，在民用航空领域，它叫做巴塞勒阿萨德国际机场。这个巴塞勒阿萨德其实就是保罗的巴沙尔的哥哥，也就是老阿萨德的长子。最开始，老阿萨德是想让巴塞勒接替他，继续做叙利亚总统的。但这个巴塞勒有一个致命的爱好，那就是飙车。在1994年的时候，巴塞勒开着一辆奔驰跑车，在清晨的大雾中，以24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前往大马士革国际机场。可以肯定的是，巴塞勒并不是要赶飞机，因为在机场等着他的是私人包机，而且他也不是去赶什么重要会议，只是要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度假而已。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奔驰车撞上了高速公路的护栏。该车不说，德国车的质量确实过硬，后座的司机系了安全带，毫发无损。至于没系安全带的巴塞勒本人也留了个全尸。为了纪念他，叙利亚的许多街道、广场和设施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拉塔基亚国际机场，也就是巴塞尔阿萨德国际机场，也就是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叙利亚内战爆发最初几年，政府军被压缩至地中海边，全国80%的领土被反对派控制。而在普京宣布参战后，俄军战机和战斗轰炸机进驻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对于阿萨德政权来说，俄罗斯的航空兵是他们打击反对派的有力武器。2015年8月，俄罗斯和叙利亚在大马士革签署条约，规定俄罗斯可以任意使用赫梅米姆机场，不但免费，而且没有时间限制。与此同时，俄罗斯还通过一系列手段，例如石油和天然气的合同，就由瓦格纳下属的集团代为签下。磷酸盐行业，也就是化肥的开采，则被交给了俄罗斯寡头季姆琴科。此人是俄罗斯第6大富豪，还是普京的密友。俄罗斯人打着投资经济、生产化肥的旗号来到叙利亚，以低价拿下股权，紧接着直接将开采好的磷酸盐拿走，通过塔尔图斯港直接出口到全球各地。而叙利亚的工厂和工人则拿不到1分钱。总之，这一来二去之下，叙利亚本就脆弱的经济基本上全部被俄罗斯寡头控制着。不过，即使是这样敲骨吸髓，失去了北部石油产区的叙利亚也榨不出多少油水。对于俄罗斯来说，他们还有一些别的想法。前面我们也说到过，如果说塔尔图斯海军基地是俄军在地中海地区打下的一枚钉子，那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就是俄罗斯雇佣兵在北非的后勤中心。根据瓦格纳头子普里格任自己的说法，从2014年开始，瓦格纳就在乌克兰、叙利亚和非洲各地展开活动。从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瓦格纳以叙利亚为中心，向利比亚、苏丹、中非共和国、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等地辐射。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提供安保服务来换取非洲当地矿产的开采权，并且让俄罗斯势力逐渐在当地站稳脚跟。在一开始，这些俄罗斯雇佣兵可能只是被派过来保护矿山，或者是给当地的军阀要员提供安保服务。这些军阀会认为瓦格纳在当地没有根基，只要钱给够，比当地那些3天2头玩叛乱的军头靠谱太多。但随后，这些俄罗斯人就开始插手军务，首先作为中间人，给这帮非洲军阀推销军火。军火来了，总要训练吧。这个时候，他们就又会推销后续服务，再送几百个俄罗斯教官。教官有了，间谍卫星小地图要不要来一份？
这样一来二去，没过几年，俄罗斯雇佣兵就成了当地不可小瞧的一股势力。他们倒向谁，就意味着枪杆子握在谁手里。最终的结果是，俄罗斯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控制了这些国家，而这一切的基础，自然就是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大基地。失去了他们，就等于失去了向非洲投射力量的能力。要知道，那可是滚滚的黄金和钻石啊！那么，复兴党垮台之后的叙利亚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将会如何？俄罗斯和苏联与阿萨德政府的联盟源于冷战时期双方消除不安全感的相互需要，而非基于现实的你提供庇护，我给你做代理人的关系。双方之间的巨大差异，则意味着这种关系并非恒久不变的友谊。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俄叙两国之间的互动虽然频繁，但却局限在宏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层面。不仅双方领袖之间没什么友谊可言，由于显著的文明差异，两国在文化交流上的往来也很少，即使是利益链条的捆绑，也是十分薄弱的。对于俄罗斯来说，问题其实很简单，不论叙利亚是谁上台，只要继续跟他们签合同，把空海军基地借给他们，那么一切就都还是外省打灯笼照旧。但问题难就难在这里了。从前面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叙利亚在出租塔尔图斯是为了抱上苏联的大腿，重返戈兰高地，拿下以色列人；而出借赫梅米姆，则是因为要打击国内的反对派。那么现在的叙利亚政府是否有求于俄罗斯呢？似乎没有，而且还跟俄军有仇。毕竟早几年的时候，双方你来我往，俄罗斯的航空兵还炸过这些叙利亚人。如果没有别的变化，我们很难看到未来的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走到一起去。而欧洲各国不论在感情上是否愿意，都已经向新生的叙利亚政权递出了橄榄枝。法国和德国外长新年还没过完，就急匆匆地跑到叙利亚会见朱拉尼。很显然，如果朱拉尼愿意放弃极端主义，组建一个温和派政府，老老实实搞发展和种地的话，欧盟和北约那边的援助也不会少到哪里去。这里我们给普京支个招，俄罗斯出钱，伊朗出人出力，搜罗一下阿萨德政权的遗老遗少，进行一个苦行山，迎接巴沙尔返回大马士革。搞大阵风可能没戏了，但把局势搅乱，浑水摸鱼还是有希望的。尤其是利用以色列问题以及戈兰高地问题去做文章，必然能够有所斩获。当然，玩笑归玩笑，我们从新闻里不难看出，俄罗斯似乎已经准备放弃叙利亚了。12月8日，阿萨德逃往莫斯科后，大量的重要军事资产正在从赫梅米姆转移到利比亚等地。一些分析认为，俄罗斯已经做出了战略调整，将在利比亚重新做出布局，而利比亚也在两面下注，就看两边谁开的价码高了。早在2024年12月18日，美国就找上了现任利比亚陆军元帅的儿子，跟他讨论起了军事合作问题。很显然，美国已经开始落子了，接下来就看俄罗斯怎么调动资源了。不过对于俄罗斯来说，解决俄乌问题的紧迫性要比在中东和非洲扯皮严重无数倍。在短期内，我们很难看到他们在北非和中东的大动作。